好了，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矮人的好邻居侏儒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在过去的第2次大战中，侏儒们一直是联盟坚实的盟友，但是在第3次大战中，侏儒仅在战争初期为联盟提供了少量援助，这让不少人甚至怀疑侏儒对联盟的忠诚。但联盟的其他成员不知道，侏儒正面临着某种威胁。野蛮的血巨人对侏儒的家园诺莫瑞根发动了围攻，这让他们无暇顾及天灾军团的威胁。虽说侏儒们有着高明的战术与科技，但还是无法对抗在数量上有着压倒性优势的血巨人，并且血巨人通过挖掘地道越过了侏儒的防线，来到了诺莫瑞根的工程区。这使得侏儒们失去了自己最尖端的发明。最要命的是，许多不稳定的材料与机械都落入了血巨人手里，而这些不稳定的物质很容易导致诺莫瑞根的毁灭。当前局势刻不容缓，他们必须采取紧急手段。这时，天才工程师西科瑟马普拉格提出了一个计划，让侏儒事先躲在避难所中，然后将辐射扩散到整个诺莫瑞根，利用辐射杀死血巨人。在这个危机关头，大工匠格尔宾梅卡托克同意了这个殊死一搏的疯狂策略。但大工匠万万没有想到，瑟马普拉格在暗地里早就对梅卡托克的权力与地位觊觎已久。由于大工匠一直不允许侏儒利用发明搞对外扩张，他认定侏儒的国力一直没有变强，全是因为大工匠失败的决策。于是他决定推翻梅卡托克的统治。他用炸弹放出辐射，在感染血巨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很多侏儒居民。但当梅卡托克了解真相时，一切都为时已晚。短时间内，侏儒将近80%的人口都受到了辐射的影响。这些受到辐射影响的侏儒变成了麻风侏儒，其他未受影响的幸存者只得撤出了他们的城市。而至于瑟马普拉格，则占据了诺莫瑞根，成为了杀人犯、叛徒以及自我加冕的侏儒国王。再后来，铁路堡的矮人接纳了逃难的侏儒，侏儒们在群山间建造了一座小小的家园——工匠镇。这里容我插一句，初看编年史时，我产生了疑问，在6世纪时哪有什么工匠镇？后来我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工匠镇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它不像编年史所描述的那样，最初的工匠镇就是铁路堡中的工匠区，大工匠梅卡托克等 NPC 就驻扎于此。而现在正式服地图上的新工匠镇是大地的裂变版本时才有的。好了，再说回编年史中，短暂安顿下来的侏儒对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侏儒向梅卡托克建议集中所有精力与材料，尽早的收复诺莫瑞根，但梅卡托克却认为收复诺莫瑞根固然重要，不过眼下仍有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了联盟。第3次大战后，联盟遭受了重创，此时的联盟需要各方面的支援。一方面，侏儒队未能在第3次大战时及时支援盟友感到抱歉；另一方面，在侏儒无家可归时，是盟友对其伸出了援手。于是，为了报答自己的盟友，大工匠敦促族人尽快研发出新技术，以巩固联盟的力量。在他看来，联盟的命运与侏儒息息相关。如果联盟受到重创，那么梅卡托克和他的人民就永远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光复诺莫瑞根也就无从实现了。在说完了暗夜精灵、矮人与侏儒后，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拉到人类王国的暴风城这边。关于暴风城的故事，我们要从稍早一点的时候说起。黑暗之门开启后3到4年，第1次大战结束后，暴风城沦为废墟，安都因洛萨担任摄政王。他带领包括年轻的王子瓦里安·乌瑞恩在内的暴风城居民逃往洛丹伦。洛萨将暴风城沦陷的消息告诉了其他人类王国的领导人。为了对抗兽人大军，人类王国决定组建洛丹伦联盟，而洛萨成为了联盟最高指挥官。随后，联盟众志成城，在第2次大战中击败了兽人大军。但洛萨却不幸在最后的决战中牺牲了。战后，联盟收复了大片被部落控制的区域，这当中也包括了暴风城。随着城市的收复，重建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在这次重建过程中，有许多人都对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需要划重点的是一个名叫石匠工会的组织，正如其名，该组织中大多数都是石匠和劳动阶层。暴风城的重建，他们有着不小的功劳。随着暴风城的光复，瓦里安在18岁时正式加冕为暴风城国王。继位后，瓦里安将政权交给贵族国会掌管，而他则带领他的人民重新找回王国丢失的土地。后来历经数月，重建工程终于完工，全新的暴风城甚至比第1次大战前更加庄严宏伟。暴风城因此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在这段时间内，瓦里安迎娶了贵族少女蒂芬·艾利安。不久后，蒂芬诞下一子。为了纪念伟大的暴风城将军安都因·洛萨以及自己的父亲莱恩·乌瑞恩，瓦里安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安都因·莱恩·乌瑞恩。然而好景不长，高等精灵杰尔尼斯和基留堡退出了联盟，
瓦里安国王坚定地与泰瑞纳斯国王站在一边。谁知就在这时，一场神秘的瘟疫席卷了洛丹伦，来到了第3次大战的开头。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第3次大战时暴风城在干嘛？这个问题有2个原因：一是阿尔萨斯在诺森德拿起双之哀伤后，从返回洛丹伦杀死他父亲的那一刻起，到攻破奎尔萨拉斯，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南边的暴风城根本来不及驰援，洛丹伦就灭亡了。二是因为暴风城自己这边也出了问题。参与暴风城重建的石匠工会向瓦里安和贵族国会索要酬劳，但此时的贵族国会中腐败严重，只付给了工会很少的酬劳。于是双方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随着矛盾的升级，由艾德温·范克里夫率领的石匠工会在暴风城中发动叛乱，而就是在这场暴乱中，王后被飞石击中，因此身亡。瓦里安国王至此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而艾德温·范克里夫及石匠工会却在逃离暴风城后占领了西部荒野的部分区域。这里顺带一提，在暴风城日常钓鱼任务中会获得一个名为极其不祥的石头的灰色道具，上面黄字写着那是血吗？有说法称这就是击中王后的那块石头。言归正传，基于以上2点，导致在第3次大战时暴风城基本没有出场。当然，这也可能是编剧故意没有给戏份的原因。总之，丧妻之痛一直伴随着瓦里安度过了许多年，直到在第3次大战结束后，曾经人类王国的中心洛丹伦化为了废墟，库尔提拉斯与其他人类王国宣布脱离联盟，这让暴风城王国重新崛起，成为了联盟的军事主力，并登上了联盟领袖的位置，但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了众矢之的。黑龙军团这些龙类曾参加过第2次大战，他们与联盟素有积怨，一直企图摧毁联盟在东部王国上的势力。在许多年前，黑龙奥尼克西亚伪装成名叫卡特拉娜·普瑞斯托的女伯爵，混入了贵族国会中。她暗中控制并削弱了暴风城的力量。她一边蛊惑石匠工会的成员要求巨额款项，另一边则蛊惑国会成员只给微薄的酬劳，因此才导致暴风城中的那场暴乱。在那次叛乱后，石匠工会成为了名叫迪菲亚兄弟会的组织，在世界各地散播混乱与恐怖的种子。不仅如此，奥尼克西亚还暗中为迪菲亚兄弟会提供帮助，协助他们对抗王国中的贵族。而最近，兄弟会了解到瓦里安国王即将出海前往塞拉摩进行外交活动，于是他们伏击了国王的航船，杀死了除瓦里安之外的所有人。随后，他们将瓦里安押送到一座边缘的海岛上。这座海岛编年史虽未明说，但想必各位都知道，这就是奥卡兹岛。在这座岛上，奥尼克西亚利用黑暗仪式将瓦里安的灵魂一分为2，一个是具有力量、勇气与不屈意志的瓦里安，我们叫他勇气瓦里安；另一个则是看起来富有魅力，但实则软弱的瓦里安，我们叫他切诺瓦里安。他的计划是除掉勇气瓦里安，好让切诺瓦里安成为他的傀儡。正当他准备动手时，勇气瓦里安凭借力量与意志跳入大海逃走了。等到他再次醒来时，他已经来到了卡利姆多的海岸。奥尼克西亚的法术令他暂时失去了记忆，而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在卡利姆多展开了一段奇妙的冒险。这段内容因为时间关系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先说回奥尼克西亚这头，勇气瓦里安的逃跑令他恼怒不已，但他的计划并非完全失败了，他还有切诺瓦里安可以利用，只不过现在要将他关在岛上，让他先屈从于黑龙的意志。而在暴风城中，由于这段时间瓦里安国王的失踪，许多民众担心他已经被杀害了，于是王国的皇位由瓦里安年幼的儿子安都因继承，并由传奇圣骑士博瓦尔·佛塔根出任摄政王，带年幼的安都因处理王国中的日常事务。尽管民众认为瓦里安已经惨遭不测，但博瓦尔和安都因都不相信瓦里安的死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希望，相信总有一天会再与他相见的。到这里，编年史的描述就戛然而止了，直到很后面才出现这段故事的后续，但那已经是燃烧远征的故事线了。而关于勇气瓦里安组队打33竞技场的精彩故事，我会以后再为大家讲述的。而我们前面说到的剧情，解释了为什么在60年代，当你来到暴风城的风暴要塞却找不到瓦里安国王的原因。另外，如果做过60年代龙火护符任务的联盟玩家，应该会对这段剧情很有感慨吧。在潜藏者这部任务中，会有关于卡特拉娜·普瑞斯托被揭发后显露龙形态的剧情，这可以说是整个开门任务中最有意思的一段剧情了。但是按照编年史的叙述，奥尼克西亚是瓦里安国王回归后才被揭发的，所以游戏中的这段剧情被编年史给吃了。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其实艾泽拉斯的每个种族除了亡灵之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来了解详细情况。在下期我们将讲述在黑暗之门开启后25年，在那个英雄崛起的年代以及各大副本中发生的故事。
最后还请大家关注、转发、素质3连，支持一下吧。我们下期再见。